大家好，先深呼吸一下。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一個也許我們在深夜獨自一人的時候，偶爾會閃過腦海，卻又不敢深究的問題。你打算如何度過這一生中唯一一次狂野而珍貴的生命？這句話是詩人瑪麗奧利夫說的。大多數時候，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刷到它，可能只是把它當成一句漂亮的雞湯金句，點個讚，然後繼續滑向下一條搞笑視頻。畢竟，在台北擁擠的捷運上，或者在北京忙碌的早高峰裡，我們的生活充滿了各種瑣碎的、必須完成的 KPI， 必須償還的房貸，必須維持的人際關係。生命似乎既不狂野，也不珍貴，它更像是一個沉重的待辦清單。可是，當一個人真正死過一次，又活回來之後，這個問題會被賦予一個完全不同的重量。它不再是一句輕飄飄的詩，它變成了一記重錘，直接敲碎了我們對現實的固有認知。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我最近花了很多時間，可以說是沉浸式的讀完了約翰伯克的那本《看見天堂中的上帝》，甚至反覆聽了他和尼古拉斯的那期訪談好幾遍。放下書的那一刻，我心裡只有一個感受，這種感受甚至讓我頭皮發麻。如果這些人說的都是真的，哪怕只有一半是真的，那我們可能嚴重低估了這一生有多重要，也完全誤解了那個被稱為上帝的存在到底是誰。真正震撼我的，不只是書中的某一個敘述，而是他們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全球各地無數瀕死體驗之間那種幾乎無法忽略、如同指紋般精確的共同模式。試想一下，那個時刻，當心臟停止跳動，呼吸被抽空，監視器上的腦波變成一條刺耳的平直長線。在現代醫學和唯物主義的視角裡，我們習慣認為那是生命的終點，是一盞燈被切斷電源後熄滅的瞬間，是一切記憶、情感、經驗的徹底坍塌點。我們以為死後就是沒有，就是虛無的黑屏。然而，過去50年裡，世界各地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報告過瀕死體驗，其中成千上萬例有着像法庭證據一樣清楚的醫療記錄和訪談資料支撐。他們用一致而震撼的證詞告訴我們，死亡不是黑暗，也不是虛無，而更像是一種醒來。他們說，在那一刻，意識並沒有隨着大腦的停擺而消失，反而變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思維異常冷靜，感知比生前敏銳千百倍，情緒進入了一種無法言喻的平和。他們看見自己的身體躺在床上，看見醫生急救時慌亂的動作，看見平日根本無法注意到的細節，比如天花板橫梁上一條細微的裂縫，比如急救推車底下器械盒的紋路，甚至能聽見醫護人員之間因為緊張而發生的爭執。有人甚至能複述外科醫生在那個生死關頭說過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專業術語。這些現象的共同點令人驚訝，甚至讓人感到一種敬畏。他們不僅跨越了種族、國家、信仰與文化的鴻溝，還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一種離體後的絕對自由感，一條通往光的隧道，一個充滿智慧和愛的存在，以及一個難以用人類語言描繪的國度。在《看見天堂中的上帝》這本書中，作者約翰·伯克做了一件非常有野心，但也極其嚴謹的事情。他匯集了數千份全球瀕死體驗訪談，但他不是以一個宗教狂熱分子的身份去讀這些資料，而是以工程師式的嚴謹邏輯、牧者式的溫度以及近乎神學家的深度，對這些跨文化的體驗進行了統整。他將來自印度教徒、穆斯林、無神論者、基督徒、佛教徒、科學家、盲人、兒童、老人、瀕臨溺亡者、車禍生還者的敘述全部放在桌面上進行比對。他試圖回答一個全人類都在追問的終極問題：在我們死後，到底在等着我們的是什麼？而更令人震撼的是，無論他們生前的文化差異多大，無論他们是每天面對恆河祈禱的印度人，還是只相信數學公式的美國工程師，他們在死亡邊緣中看到的核心場景，遇見的那位光的存在，竟然近乎一致。讓我們先把那些抽象的理論放一放，從書中最震撼我的案例之一說起。這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印度工程師桑托什·阿查吉。桑托什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印度人，
他出生在一個極其傳統的印度教高種姓家庭。如果你去過印度，你就知道那裡的宗教氛圍是多麼濃厚。他從小在300萬印度神祇的神話體系裡成長，所有的文化教育、家庭儀式、宗教實踐都圍繞着印度教展開。對於桑托什來說，西方宗教是遙遠的、陌生的，甚至是不相干的。他並不是一個會主動接觸基督教的人。他的人生軌跡穩定、理性，相信因果業力，相信輪迴。直到有一天，一場突發的災難降臨，那是一次嚴重的內臟破裂。你可以想象那種劇痛、瞬間撕裂意識的感覺。他被緊急送往醫院，在手術台上，情況急轉直下。因為失血過多和休克，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身體被醫生宣告進入無反應狀態。在醫學定義上，他已經死了。但就在此時，桑托什說，他醒了。他發現自己從身體中輕輕升起，就像一件輕薄的衣服脫離了沉重的衣架。他懸浮在空中，看着下面那群穿着手術服的醫生正圍着自己的肉體忙碌。奇怪的是，他沒有任何痛苦。剛才那種撕心裂肺的劇痛瞬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從未體驗過的輕盈，好像從一個沉重的潛水服裡被解放出來。他甚至能聽見醫護人員的對話，聽見器械碰撞的清脆聲響，甚至能描述手術燈光反射在不鏽鋼器械上的那個特定角度。他說，那種看見不是用眼睛，因為他的眼睛是閉着的，那種感覺更像是整個意識都變成了感官，360度全方位地感知着周圍的一切。就在這時，一股強而溫柔的力量吸引了他，不是強迫，而是一種無法抗拒的邀請。他被拉入一條巨大的、弧形的、充滿光的通道。當你聽瀕死體驗的故事時，你會發現隧道是一個高頻詞，但桑托什的描述更為具體。他穿過這隧道，最終來到一個宏偉得讓人屏住呼吸的地方。那裡有發光的建築，牆壁和街道像是由某種晶體構成的，散發着內在的光芒。那是2座巨大且具有象徵性的城門，光之生命體在其中穿行。這些景象與他從小在印度教寺廟裡看到的任何壁畫、任何神像都不一樣，但卻擁有一種直覺上的崇高與真實感，仿佛那才是世界原本的樣子。但真正的震撼發生在下一刻。作為一個虔誠的印度教徒，桑托什預期，如果死後有世界，他應該會看到濕婆神，看到毗濕奴，或者看到象頭神。但是沒有，他沒有看見任何印度教的神祇，出現在他面前的只有一道光，一個充滿智慧與愛的存在。這道光並不是某種冷冰冰的能量團，而是一個具有人格的存在。光沒有開口說話，卻能通過一種心靈感應的方式，直接讓他明白其中的意思。那種溝通比語言更高效、更純粹。那個存在告訴他，回去吧，你還有使命。而這個使命並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去愛你的家人，尤其是你的女兒。當桑托什回到身體，經歷漫長的康復後，他的人生徹底改變了。這不僅僅是因為他死裡逃生，而是因為他的世界觀崩塌並重建了。他意識到自己遇到的不是某個宗教限定的、帶有文化偏見的神，而是一個超越宗教、超越文化卻深刻而真實的存在。他開始重新思考愛的定義，思考生命的優先級。這個故事之所以有力，就是因為它打破了我們對文化投射的預設。如果瀕死體驗只是大腦缺氧產生的幻覺，那麼桑托什的大腦應該投射出他熟悉的印度教神話，而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充滿愛與光的普世形象。如果桑托什的案例挑戰了文化決定論，那麼下一個案例足以挑戰所有物理主義對意識的假設。這來自一位天生失明的女子瑪莎，請大家想象一下，對於一個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沒有任何視覺經驗的人來說，世界是什麼樣的？瑪莎不知道什麼是黑色，因為她連黑的概念都沒有，她只知道虛無。她不知道顏色、光、陰影是什麼，也無法想象看見這個動作本身意味着什麼。她的世界是由聲音、觸覺、氣味和溫度構成的。然而，在一次嚴重的醫療事故中，她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醫生宣布她進入臨床死亡。就在這段心臟停跳、大腦缺氧的時間裡，奇蹟發生了。瑪莎說，她突然獲得了視覺，
這是一種他從未擁有過的能力，甚至可以說，他的大腦視覺皮層從未發育出處理這種信號的能力。但在那個靈魂離體的狀態下，他看見了醫生衣服的顏色，那是他第一次理解什麼是綠色或藍色。他看見了手術器械閃着寒光的形狀，看見了室內燈光如同水流般在空間裡流動。最令人震驚的細節來了，這簡直是福爾摩斯探案級別的證據。他注意到天花板上的風扇葉片頂部有一個倒貼的小紅色標籤，上面寫着幾個數字。請注意，那個標籤位於風扇的頂部，也就是對着天花板的那一面。在正常的站立視角下，無論是醫生還是護士，甚至是打掃衛生的阿姨，都絕對看不到那個位置。只有當一個人的視點漂浮在天花板上，俯視整個房間時，才能看到那個標籤。當瑪莎被搶救回來，蘇醒之後，她興奮地把風扇、器械、標籤的位置和顏色描述得一字不差。你可以想象當時醫護人員的表情嗎？那是從懷疑到震驚，再到徹底的失語。為了驗證他的話，醫院的工作人員甚至搬來了梯子，爬上去檢查那個風扇。結果發現，那個紅色的標籤真的在那裡，積滿了灰塵，但確實存在。不僅如此，瑪莎還看見了一個早已去世的盲人朋友，但在那個光的世界裡，對方不再是盲人，而是擁有完整而健康的身體，眼神明亮。瑪莎說：“我第一次知道看見是什麼感覺。”對於一個沒有視覺皮層經驗的人來說，這種體驗絕對無法用幻覺、腦補、記憶重組或潛意識想象來解釋，因為你無法想象你從未經歷過的維度。這就像讓一個二維世界的生物去想象三維球體一樣，不可能。瑪莎的案例是看見天堂中的上帝書中最有力量的證據之一，也是懷疑論者多年來最難以反駁的硬骨頭。它意味着意識能夠在沒有眼睛，甚至沒有腦波運作的情況下獨立存在，並且擁有比肉體更高級的感知能力。如果你以為這只是個別現象，那麼醫學史上最著名的瀕死體驗案例帕姆雷諾茲 Pam Reynolds 的停机手術，會讓你再也無法輕易解釋這些現象。帕姆當時患有一個巨大的腦動脈瘤，位置極其危險，位於腦幹深處，常規手術根本無法觸及。一旦血管破裂，他必死無疑。為了救他，醫生制定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手術方案，被稱為低溫停循環手術。這不僅僅是全身麻醉，醫生將他的體溫降至10攝氏度，這幾乎是屍體的溫度。在這個溫度下，新陳代謝幾乎停止，然後通過體外循環機把他頭部所有的血液抽乾，讓大腦完全停止血液供應。這不僅會讓心臟停跳，還會讓腦電波徹底消失，變成一條絕對的直線。為了確保他在手術中沒有任何感官反應，醫生還在他的眼睛上貼了膠帶封死，在耳朵裡塞入了發出100分貝巨大點擊聲的特制耳塞，用來檢測腦幹反應。也就是說，他的視覺、聽覺、觸覺被徹底封鎖。理論上，在這個狀態下，他就是一具活着的屍體，不可能聽到任何聲音，不可能看到任何光，更不可能形成記憶。然而，手術結束後，當帕姆蘇醒過來，他說出了一切。他準確描述了醫生使用的開颅骨具，形容它不像那種普通的醫用鋸子，而像是一把電動牙刷，甚至描述了鑽頭的形狀和插槽。他還形容那個裝手術器械的盒子看起來像他父親以前用的那種舊的工具箱。他甚至複述了醫生之間的一段對話，那是關於他的腹股溝動脈太細，導管插不進去的討論。甚至他還聽到了手術室裡播放的背景音樂，老鷹樂隊的《加州旅館》。請問，一個耳朵裡塞着100分貝噪音，大腦血液被抽乾，腦波平直的人是如何聽到醫生在輕聲抱怨血管太細的？又是如何看到那個骨具的形狀的？這些細節後來全部被手術記錄和醫護人員證實為真。帕姆雷諾茲的案例是醫學界公認最難以用唯物論解釋的瀕死體驗之一。它像一塊巨大的磐石，擋在所有試圖用大腦缺氧幻覺來解釋瀕死體驗的人面前。然而，所有這些令人瞠目結舌的離體細節、手術室的場景、隧道的描述，其實都只是前奏。書中真正觸動靈魂核心的是瀕死者與那光的相遇，以及幾乎所有深度瀕死體驗中都出現的一個關鍵現象——生命回顧。說到生命回顧，
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宗教裡的末日審判，你可能會想象一個威嚴的法官拿着天平，把你一生的罪行一條條列出來，準備懲罰你。但根據約翰伯克整理的數千個案例，事實完全相反。這並非神話中的審判場景，也不是某種冷酷的法庭程序，而是一種深刻而無比溫柔的理解過程。瀕死者說，在那無限的光中，他們重新經歷自己的一生。注意，是經歷，而不是觀看。他們不是像看電影一樣坐在觀眾席上看着屏幕上的自己，而是以第一人稱去重新活一遍。但這一次，視角轉換了，他們不僅能感受到當時自己的情緒和動機，更重要的是，他們能直接感受到自己所做過的每一個行為給別人帶來的真實影響。舉個例子，假設你曾在便利店因為心情不好，對收银員很不耐煩地吼了一句。在生命回顧中，你不僅會再次看到那個場景，你會直接變成那個收銀員，你會感受到那一刻他心裡的委屈，你會感受到他那天本來就已經很累了，你的這句話像一根針一樣刺痛了他的自尊，你會感受到這種負面情緒是如何隨着他回家影響了他對待孩子的態度，進而像漣漪一樣擴散出去。同樣的，如果你曾在一個寒冷的雨夜把一把傘借給路邊的陌生人，在回顧中，你會感受到那個陌生人當時那種驚喜、溫暖和感激，你會感受到那份善意是如何點亮了他的一整天。這種體驗非常震撼。許多瀕死者說，那一刻他們才明白，原來我們在地球上做的每一件小事，說出的每一句話，都有着我們無法想象的重量。生命回顧不是懲罰，而像是一堂透明而誠實的課程，讓我們第一次摘下自我的濾鏡，真正理解自己生命的意義。而在整個過程中，最一致、最讓人想哭的描述是那道光，那位神聖的存在，他全程都在旁邊。當你在回顧自己人生中最不堪、最黑暗、最自私的時刻時，你可能会感到羞愧難當，想要找個地縫鑽進去。但那位存在，他是無條件的愛，是智慧，是完全的接納。他看見你的一切，包括你最想隱藏的骯髒角落，但他不責備，不羞辱，不咆哮，他用一種深刻得讓人落淚的方式擁抱你，理解你為什麼會那樣做，引導你看到更好的選擇。許多人說，那種愛強烈到讓人無法拒絕，溫柔到令人崩潰，真實到比地球上所有父母、愛人、朋友的愛加起來還要深千倍、萬倍。有人甚至說，在那一刻，我終於知道家是什麼了，地球只是旅途，那裡才是家。書中最後一個關鍵主題是對那位光到底是誰的探問，這也許是最敏感，但也最不可回避的部分。約翰伯克作為作者，他在盡量不帶預設立場的前提下，把來自不同宗教、不同國籍、不同世界觀的人在瀕死體驗中遇到的存在進行比較，最後他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一致性。那光的特徵，他的愛，他的智慧，他的榮耀，他對生命回顧的方式，他引導人回到使命的方式，那種既威嚴又親密的臨在感，與聖經中描繪的上帝形象高度吻合，甚至連天堂的結構、城市的象徵、生命樹、流淌着光的水流，都能在瀕死體驗中找到與古老經文驚人相似的描述。這並不是說所有瀕死體驗都變成了某一種宗教的宣傳片，而是一個更深刻的現象。無論文化如何不同，人們在死後遇見的那個存在卻極為一致。不論他們生前信奉的是有300萬神之的印度教，還是嚴格的一神論伊斯蘭教，或者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他們在瀕死體驗中遇到的那位神，都呈現出同樣的特徵：他是光，他是愛，他是有位格的。許多人在回到身體後，開始重新閱讀經文，驚嘆地發現，天啊，原來書裡寫的是真的，我見過他。所以回到我們開頭引用的那句瑪麗·奧利夫的詩，你打算如何度過這一生中唯一一次狂野而珍貴的生命？當看完了這5000個真正死過又活回來的人的故事，這個問題的答案變得清晰起來。在那個終極的生命回顧裡，沒人會問你賺了多少錢，沒人會問你在這個季度的 PPT 做得多漂亮，沒人會問你在公司是 VP 還是 CEO， 也沒人會在乎你住多大的房子，開多貴的車。這些我們在世上拼命追逐的東西，在那個光的世界裡，連塵埃都算不上。
人真正能帶走的只有2樣東西：第一，他們給予過的愛；第二，他們最終成為了一個什麼樣的人。這不僅僅是關於死後的故事，這其實是關於如何活着的指南。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對他人的每一個微小的善意，每一個忍耐的微笑，每一次真誠的擁抱，都會在永恆中被紀念、被放大、被重新體驗，那麼我們對待身邊人的方式是不是會完全不同？如果我們知道那位創造宇宙的光是如此深愛着我們，接納着我們，我們是不是可以放下那些無謂的焦慮，活得更勇敢、更真實一些？這就是《看見天堂中的上帝》這本書的核心精華，也是無數瀕死證詞共同指向的關於生命終極意義的答案。死亡不是結束，而是一扇門，門後不是可怕的虛無，而是回家的路。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或者這些故事觸動了你內心某個柔軟的地方，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感受，點讚，轉發給那些你在這個世界上最在乎的人。讓我們一起把這狂野而珍貴的生命活出它原本該有的光彩。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我們下期再見。